现在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房子的进度。首先从这里开始，这个是我们的户外厨房，负责做饭的就是我们的小姑，各司其职了，属于是你看菜都已经洗好了，然后我们再烧茶水。这个是户外的简易厨房，开始吧，不要。然后是这边的话在修复我们的小偏房、厨房。厨房换的东西真的很多，几乎都要换新，特别是这个领子。前面从这里看过去的话，之前的那2根支撑柱没有了，终于把那些支撑柱给它取掉了。之前那个支撑柱在这里太难看了，就是像老人拄拐杖一样。今天小姑父说，终于把那个拐杖给它去掉了，我们的房子的腰杆又挺起来了。大家看，前面的话就是这样，该换的挑都已经给它换了。这前面还没有重新钉格子板，方条也还没有钉，所以是时间。因为听琴它就只有几天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些给它弄完。外面这些都没有什么，还是一团乱糟，满地狼藉。然后最大的变化呢，就是我们里面，因为它盖瓦已经盖了一部分嘛，所以看起来的话，你看对比是不是很明显？而且怎么说呢，这个瓦片盖着也挺好看的，都不需要吊顶了，因为它不会藏灰，也不会落灰，更不会产生落叶。像这样盖好了之后呢，它也不会漏水了。然后就是先从后屋檐盖瓦，给它盖满了之后，前面还要重新给它钉方条了之后才能盖瓦。看我们这里，这些工具箱也是被翻得一团乱麻。我们现在出去看一看。拆瓦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鸡窝还没有影响。看来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鸡窝还是非常成功。这边就是这样的，到时候这些瓦片都要铲去停在屋内，因为我感觉我们的屋内有几个房间都还没有这些瓦片。还好之前我们把这里的砖给它堆起来了，要不然瓦片和砖一起堆在一起，乱七八糟的。所以在上面施工的话，下面还是尽量不要站人，下面有一点太危险了，我们要有安全意识。这前面呢已经在搬瓦片过来了，大家看，因为之前钉了方条，所以这前面的话就需要给它搬瓦片，后期的话就方便一点。哇，只是说下面看不到，我们要上梯子。我平时给大家拍视频，就是站在梯子上去拍的，像这样上去看前面瓦片的状态。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整个房顶了，前面的房顶。所以说，人家说为什么要住在高处？住在高处呢，就看得比较远。前面的房顶，这边方条完成了一半，那边的格子板还没有给它钉，因为现在要把那个偏房给它完整，全部结构加固，领子换新。
再看一下我们后屋檐的状态。其实后屋檐没有堆太多瓦片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这个瓦片的话，几乎都是扔在堂屋里面去的。当时拆瓦片的时候，然后这里都堆满了瓦片。这里这个南边板给它钉起来，刷上白漆，还是挺好看的吧？然后大家能想象吗？上面是瓦片，然后下面的话就给它砌成砖墙。这种房子其实也是很好的搭配。我们的工人都是各司其职的，该换领子的换领子，该盖瓦的盖瓦，该扛瓦的扛瓦。你看，所以它就不耽搁时间。这边就没有什么了，这边连瓦片都很少，因为这边之前是我们自己拆的瓦片嘛，所以这边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之处，瓦片也没有多少，就只有堆在地上的这一点点。大家看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瓦片情况，可能瓦片都搬得差不多了。我们这整个屋顶呢，需要4、5千张，将近6000张瓦片。大家看，因为这个面积实在是太大了，没有办法。然后这些方条还剩这么多，这些方条都要全部用在前面的地方去。后面的话，方条就已经钉完了。其实之前算的材料是差不多，就是那个格子板少算了一点，看着还不错，这个效果我是很满意的。因为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说要保证它不漏雨，没想到还把我们老房子的某些不稳的结构也给它加固了，把一些歪的地方也给它矫正了，还是非常好的。我们买的领子，当时买的是15根还是12根来着，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就只剩下4根了。因为当时说要换了就换，不换了就退，多了就退。但是我们想着，哎呀，还不如把那些全部换了，因为全部都拉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拉回去的话还有点不好拉，而且把我们这里全部该换的都换掉。我们这个偏房花的时间比老房子花的时间还要多一点。他们说最不好弄的地方就是偏房。未搬的瓦片还有这么多，还剩将近1大半。这些都是老房子前面的瓦片，因为后面的已经搬完了。看，两边还有堆着这么些。现在我们老房子的完成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给大家实时更新一下。